传记分为三类：外传、内传、秘传。有时候又更进一步的细分为外传、内传、秘传和极秘传。但这个划分很少，多数只有三个划分，就是三层划分：外、内、秘。外传听这个名儿，就是他外在的生活和人生，这就叫外传。内传是什么呢？内传基本上都是自传，讲我这一生的爱恨情仇、情感历程，这个就是我的精神成长，常人意义上的精神成长，以及我的种种爱恨情仇。这个传记，我们习惯上把自传称为内传，因为情感的这些东西只有自己知道，它是我们内在的东西，外人很难有透彻的了解，所以内传基本上等同于自传，或反过来说，自传在藏文化看来基本上等同于内传。比如说鲁迅先生，他写了一篇鲁迅自传，在这个自传里讲他的童年，讲他的启蒙教育，讲他与他母亲之间的情感，讲他和他第一个妻子，就是他在他母亲的这个强行要求下，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在毫无感情下结婚，举行婚礼，以及在举行婚礼过程中他的情感上的变化，以及他的精神状态，这个外人不得而知，只有他本人才能知道，只有他本人才能写出来，以及解释他为什么在新婚之后的第3天不辞而别，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种什么等等，一路下来，一直到他的晚年。这样一部传记，在藏文化看来就称之为内传。内，这个内就特指精神深处、情感深处，因为精神深处、情感深处，外人很难知晓，因此用一个词儿叫内传。内，一般人只有外传和内传，这是指普通人，这普通人也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这些，包括鲁迅。鲁迅要是写一个自传，他只能要么就是鲁迅外传，要么就是鲁迅内传。一个人无非就是外在的，你做了什么事，你这一生接触了哪些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和人生，这是外在的呈现出来的。内在的就是你的情感、精神历程。作为一个普通人，无非就是2个领域。秘传是特指修行人传记，就是只有修行人才能叫秘传，非修行人、普通人只能要么叫外传，要么叫内传，不存在秘传。尽管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也读到某某这个秘文，比如说鲁迅秘文，这个或者是某某某秘文，秘文不等于秘传，这是2个概念。秘文就是它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秘密，比如说一个记者经过一番考证，考证出某某名人竟然有私生子，就爆了出来，某某秘闻。咱们就假设鲁迅假设鲁迅经过某一个记者挖出了一个惊天秘闻，什么呢？鲁迅居然有3个私生子，这是一个外人都不知道吧？鲁迅秘闻。
所以它就叫鲁迅秘文。这种秘文跟秘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秘传只有修行人有，它为什么叫秘传？因为它是比外传和内传更为深层的一种体验和人生历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什么？无论是他说给别人听，别人记载下来，还是他自己写下来，这通通叫做秘传。如果我们也是个修行人，最好是看前辈修行人的秘传，因为我们要从他们那里汲取经验，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由凡夫到圣贤的，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我们后人，就是后代的修行者，给我们选择的话，我们是第一选择看秘传，其次选择看内传，再其次看外传。外传是排在最后一位。一个人外表生活呈现出来，说实在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有的更多的都是环境的束缚。在这种有限的环境下呈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态，这个东西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比如说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全部不参照。为什么？他们那一代人他是生活在农村，日出作日落息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了城市化运动的一代人，都上了楼，都到楼上去生活去了，全部过的是单元楼的生活。因此我们的外表呈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和上一代日出作日落息完全不同的两种样子。因此上一代的那个日出作日落息对我们这一代毫无参考价值，那一代就随着时间走进了历史，它只具有历史价值，没有作为我们后代的参考价值，所以这就叫外传。所以外传是最没有参考价值的一种传记，特别是对修行人而言，是最没有参考价值的一种传记。